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几个月前 Meta 的扎克伯格亲自展示了一台原型的 VR 设备，支持极高亮度的 HDR。在8月初的 SIGGRAPH 上，他们拿了2台这样的设备让人试用，队排得很长，都想看看 HDR 的 VR 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在体验上，这设备确实有着和以往很不同的真实感，值得尝试，但在实现方式上非常值得商榷。本期视频打算对其原理和实现做一个解析，更重要的是，我打算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是个错误的设计，以及为什么这是个错误的研究方式。熟悉我风格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以需求为出发点。这里先来看看什么是 HDR， 我们为什么需要 HDR。图形学里传统的表示颜色的方法 ，RGB 的每个通道用一个字节来表示，范围0到255，相当于把最暗和最亮分成256级。这称为 LDR（Low Dynamic Range）。这个方法能表示的颜色范围是固定的，但人眼在实际中看到的颜色范围却和瞳孔有关。在暗室里，瞳孔放大，可见的颜色范围就集中在暗的一段；在阳光下，瞳孔缩小，可见的颜色范围变成亮的一段。如果突然从暗室来到阳光下，就可以感受到范围移动的过程。因此，有人在2000年左右提出了 HDR 拍摄、存储、渲染的流水线。首先，每个通道用超过8位来表示，比如 OpenEXR 这种格式，每个通道是16位的浮点数，1位符号、10位底数、5位指数，还有用10位定点数或者10到11位浮点数来表示的做法，这级数就远远大于256了。其次，在渲染中增加一步叫做 Tone Mapping 的处理，把高动态范围的颜色转换成显示器的0到255。至于把什么范围拿来做转换，取决于整张图像的亮度分布统计。这就解决了暗室和阳光这样高亮度变化的场景。从2003年开始，显卡都有了 HDR 的渲染能力，游戏在渲染过程中基本都使用 HDR 作为中间格式，最后经过 Tone Mapping 后输出。接着，新问题出现了，那就是白色到底是多亮？在早期制定显示标准的时候，把白色定义成100或者120 nits 下 RGB 都是255的颜色，其中 nits 是亮度单位，定义成坎德拉每平方米。一支普通蜡烛的亮度大约是1坎德拉，如果1平方米内亮度有1坎德拉，那就是1 nit。现在的显示器一般都能到300 nits 的亮度，所以其实现在显示器上看到的白色比以前制定标准的要亮很多，虽然仍然用255、255、255来表示。那么300 nits 高吗？还真不高，比如阳光可以到20万 nits， 所以你在普通显示器上看到的太阳都是被砍到300 nits 的，超过的那部分细节就看不到了，变得缺乏层次感。这时候需要明暗的范围更剧烈，也就是对比度更大，才能显示 HDR。真正的 HDR 显示其实是两者的结合。首先，最高亮度的 nits 数要高，400 nits 算入门，1000 nits 算不错。第二，像素每通道的级数要大，必须超过256，只有这2个都符合了，才是 HDR 显示。有趣的是，在 HDR 显示器上播放 HDR 影片的时候，白色鼠标指针如果经过太阳这样高亮度的地方，看起来会是黑的，因为鼠标指针还是300 nits 的白色，在人眼里看来反而成了暗的。随着发展， HDR 也需要一些标准来保证兼容性。格式方面，最常见的标准是 HDR10， 它定义了每个通道是10位，最高亮度是10000 nits。在此基础上，还有 Display HDR 的显示标准，入门级的 Display HDR 400，最高亮度400 nits， 但其实每个通道还是8位，并非 HDR， 只是能接收来自于显卡的 HDR 数据。我的使用经验来看，这样的显示器还不如调成 LDR 模式。网上还有 Display HDR 500、600、1000、1400，数字表示了最高亮度，每个通道10位。所以严格来说，即便到了 HDR 显示器上， Tone Mapping 仍然是必须的，只是目标的范围得根据显示器来，不再是固定的。目前的硬件来说，显卡都能进行 HDR 渲染，也能输出 HDR 数据，但需要支持 HDR 的显示器才能处理显卡发来的 HDR 数据。对于 VR 头显来说，显示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平面的屏幕，每个眼睛前面有个光学镜片，把画面变成覆盖视野。这个屏幕的亮度一般在100 nits 左右，是 LDR 的。Meta 的这个工作
就是把屏幕部分变成 HDR。论文里关于 VR 跟踪和眼睛前光学镜片的描述都是废话，那些并不会和 LDR 的头显有区别。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显示屏变成 HDR 的。VR 头显的屏幕是 LCD 的， LCD 本身不发光，只负责颜色，背后有个光源负责发光，所以要提高亮度非常简单，把背光加亮。这里 Meta 用的是来自于激光 3D 打印机里的白色 LED 阵列，因为大小不合适，还需要一个光学镜片来放大光线范围，使其能扩散到 LCD 的大小，再加一个光学镜片来把光线变成平行光。又因为这个光源发热很高，得配上散热片和风扇，并用 3D 打印的盒子来容纳它们。亮度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就是需要解决颜色的每个通道有多少级的问题。LCD 仍然只有使用8位来控制一个通道，范围还是小，即便把背光加亮，也还是256级的变化，只是2个档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而已，细节并没有变多，仍然不是 HDR。 这里 Meta 用的方法是在彩色的 LCD 前再加一层黑白的 LCD， 多一个256级的变化，人眼看到是两者调制后的结果，那对比度的范围就大得多了。论文里还讨论了如何调制颜色，以及如何在引擎里加一个后处理来控制这2个 LCD。 这片黑白的 LCD 必须放在光学镜片的焦平面上，仔细调节到和彩色的 LCD 显示没有错位。调制后的像素来自于2片 LCD 的叠加，使得最终分辨率低于任何一个。实测最高亮度可以到16632 nits， 最低 0.05 nits。 这对比度的范围远远超越现有的 VR 头显。这个方法并非原创，而是来自于2004年的 High Dynamic Range Display Systems。 那个工作一开始用的是投影仪前面加一层 LCD， 得到调制后的 HDR 显示。在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当时新出的 LED 背光技术，所以做了第2个系统，在 LED 前面放上 LCD 进行调制的方法。 Meta 的方法其实是把老路再走一遍，甚至变得更复杂，只能说明是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这样复杂的设计都是因为需要很强的背光和2片 LCD 造成的，因此要仔细设置位置，要多2套光学镜片，要多1套散热。最终这个头显需要在重量、热量、分辨率上做妥协，结果又大又沉，有2个呼呼转的风扇，分辨率还低得不得了，像素之间的黑线我不戴眼镜都能看见，注定不是个可以实用化的设计。更大的问题是，随便一想就能想到多个比这更好的设计，既能把这些缺点都解决，还同时保留 HDR 的优势。第一个方法非常直接，就用成熟的 HDR 显示技术。HDR 显示器、HDR 电视现在已经非常普及，比如常见的 Mini LED， 它还是个 LCD 来控制颜色，但背光不再是一个灯管，而是有很多小的 LED， 每个负责一小块区域。这里 LCD 和光源都分别可控，调制产生 HDR 的亮度和级数，这就能在保证像素密度的情况下提供1000 nits 的亮度。虽然到不了16000 nits， 但重量、热量都少得多，更适合实用化的头显。OLED 和 Micro LED 这样直接发光的技术，同样可以做到上千 nits 的 HDR 显示。第2个方法，量子点。和很多挂着量子名字的诈骗不一样，量子点真的是靠量子力学来工作的。It's quantum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quantum states of Posner molecules in your brains. Do you guys just put the word quantum in front of everything? 每个量子点就几个纳米大小，行为像单个原子。现在产品化了的量子点显示叫做光致发光型，也称为 QLED。当光照上去的时候，量子点的电子跃迁到高能带，接着再跃迁回低能带的时候，会发出一个新光子。这个新光子的能量小于等于原光子，所以背光只要用蓝色 LED， 蓝光直接通过，2种不同的量子点把蓝光转成绿光和红光。把这个作为 LCD 的背光，比用灯管和 LED 的更高效，颜色表达更好，亮度可以到几千 nits， 也有 HDR 的能力。另一种还在实验室里的量子点显示技术称为电致发光型 QD-LED， 是个下一代的显示技术，直接把电通到量子点，让它自发光，就像纳米尺寸的 LED 一样。这么做的话，亮度可以到4万 nits， 远超现在的显示能力。第3个方法，微快门。
这也是个下一代的显示技术，但前景没有那么乐观。每个像素前有个纳米级别的机械快门，背后一个背光光源，快门关闭就是全暗，打开就是全亮。通过控制单位时间内的快门打开和关闭的比例，就能控制亮度。韦伯望远镜就是通过微快门的开关来控制拍摄哪些星体，挡住哪些星体。这个方法里面的光线是直接来自于光源，没有 LCD 遮挡，没有转换，没有折射反射。这种方法也完全覆盖了 HDR 显示的需求。如果用这几个方法，就只需要换掉一个普通 VR 头显的屏幕，不用散热风扇，不用多套镜片，不用 3D 打印的外壳，不用额外调制颜色，也不用牺牲分辨率，体积和重量都可以有显著改善，显然是个更简洁、更实用化、更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设计。很遗憾的是，如果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都是现成的工作，连个公式都没有，怎么发论文，研究人员怎么拿 KPI？ 这就是很多研究机构当前的现状，对他们来说，容易发论文比做有益的事情还重要。我不信他们在项目启动的时候会看不出来这是个永远不可能实用化的东西，这明明在历史上发生过了。靠加一层 LCD 来实现的 HDR 显示，从头到尾都停留在研究阶段。实用化的 HDR 显示器根本没有走那条路线，这个错误只是又重复了一次而已。从2010年以来，工业界的研究部门都在提倡 deployment-based research， 以成熟产品为基础进行研究，产生的结果可以直接部署回成熟产品，这样可以少走弯路，提高效率。过了这么多年，研究经费一充足，又有人忘了这事情。好吧，吐槽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来看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欢迎继续收看，再见。